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演示如何做经典的海绵蛋糕。因为很多同学对我新买的厨师机很感兴趣，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厨师机来做海绵蛋糕，算是一个试验吧。我用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配方，除了面粉、鸡蛋、糖和黄油之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原料。原方来自这本书。首先来讲解一下面粉。左边的是普通的中筋面粉，右边的是所谓的低筋面粉。这两种面粉都是在英国买的，虽然它的那个标识不同呢，但是仔细的看后面的这个成分表，这两种面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几乎是一样的，都在9%左右。而且这个原方上说的呢，也是用普通面粉，也就是中筋面粉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完全按照这个原方来，也算是试验一下最后结果会是怎样。首先来打蛋，把这4个鸡蛋都放在一个大碗里头，然后在一个小锅里面呢放开水，然后把这个碗放在这一锅开水上面，然后用蛋抽来打它，打到这个蛋稍微有一点温度的时候，然后呢你蘸一点这个蛋液在自己的手腕上试一下，感觉略有温度就可以了。等到这个蛋有温度之后呢，就拿这个厨师机来打它，往蛋里面加糖，然后用厨师机的高速档，我一般是用6档。这个厨师机的型号呢，我会写在文字的描述中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事实上，用这种厨师机的话呢，你可以省略掉把这个蛋加热的这一步骤，因为这个厨师机它的功率非常的强大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很迅速的，大概只用了5分多钟就把这个蛋打到了这个合适的阶段。如果你用的是功率不那么大的手持的打蛋器，那么最好是一直都让这个蛋在一锅热水上面，让它保持它那个温温的状态。然后打到先高速打5分钟左右，然后最后呢换成低速再打一下，这样可以让这个蛋液的泡沫比较细腻，就是打到这个程度，拿起来画一个8字，它不会消失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这个面粉呢分3次筛到这个打好的蛋液里头。每一次把面粉加进去呢，都用这个刮刀用翻拌的手法把这个面粉给蛋糊拌匀。这个时候不要心急，动作要轻柔一些，不要把这个打出来的泡沫给消掉了。这样每一次加入1/3的面粉之后呢，都是用同样的手法。这个手法呢，大家可以就直观的看一下视频就很清楚了。就是这样，从下面铲上去之后呢，然后翻过来，所以叫翻拌。所以呢，不是画着圈拌的，而是像这样，有点像炒菜一样。把面粉都混合均匀之后呢，把黄油融化掉，黄油放在微波炉里面转上20秒就可以了，让它融成液体，但是略有温度，但是不要太热。这个黄油融好了之后呢，拿过来，先取出一部分的面糊和这个黄油拌匀，拌好之后再把这个面糊倒回去，然后再继续用这个翻拌的手法，再把这个黄油和剩下的面糊彻底的搅拌均匀。这样也是为了防止那个泡沫被消掉，因为这些泡沫非常珍贵。蛋糕的蓬松度就是完全是靠这个蛋糊的泡沫了。好了，这个面糊拌好了之后呢，来准备这个模具。拿一张烘焙纸呢，把它这样折一下，折成一个尖角的状态，然后比照着这个蛋糕盘的大小把它剪一下，这样剪成一个圆片，就可以把它垫在下面。这样我们最后那个蛋糕比较容易拿出来。然后把这个面糊倒到这个模子里，倒的时候注意，你可以刮这个盆，
但是不要刮这个铲子，因为这个铲子上面呢会有一些死掉的面糊，也就是那个泡沫已经消掉了，所以呢不要把这一部分的面糊给倒进去了。最后这样完全倒好之后呢，就把这个模具拿起来震2下，把里面的大的起泡给震出去，然后放到180度的烤箱里面烤上大概30分钟。烤好了之后呢，拿出来用牙签测试一下，看到牙签上没有沾面糊，这个蛋糕就彻底的熟了。然后再依然是震2下，把里面的热气震出来，然后倒扣着让它冷却。冷却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蛋糕拿出来了。拿出来之后，然后这个时候想怎么切就怎么切了。不过这个蛋糕最好让它完全冷却到室温的时候再切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切的时候呢，这个蛋糕还有点热度，所以呢切口就不太平整了。如果你想切得特别平整漂亮呢，一定要等蛋糕彻底的冷却了之后再切。因为我们今天呢只是演示一下基础的这个蛋糕怎么做，所以呢现在就不演示如何装饰这个蛋糕了。自己在家吃呢，我觉得用这种喷罐式的奶油很方便。你每次想要吃多少的时候呢，切一块蛋糕出来，直接喷上一坨奶油，然后配上一点新鲜的水果就可以了。希望大家喜欢这款非常非常经典的，也可以说方子很古老的海绵蛋糕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